听到这句话，吴飞燕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皮。自从他300多年前在10万大山偶然被孟长生救下至今，他从未有过如此惊恐无措的感觉。上一次慌乱还是在网络上看到孟长生的画像，可现如今他赫然发现自己那个原本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到了大限驾鹤西去的师尊，现如今可能还活着。这对他的冲击绝对是前所未有。吴飞燕完全压不住心底的恐惧，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师尊，徒儿知错了。此时一道怒喝在吴飞燕耳边炸响，孟长生用极其冷酷的声音呵斥道：还不快滚！这一声呵斥如炸雷般猛捶吴飞燕的心口。这一刻他不敢再有半分犹豫与耽搁，连忙站起身来，战战兢兢地向着石壁鞠躬道：师尊赎罪，徒儿这就滚。说罢，他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拖着那如同灌了铅一般的双腿，踉踉跄跄地逃出了洞府。自洞府出来，吴飞燕不敢有任何停留，飞快地向着山外走去。他的心跳前所未有的快，也前所未有的重。一口气逃出10余里的之后，他的口中忍不住喃喃念叨：这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怎么可能呢？那个老东西不是300多年前就到了大限吗？为什么会活到今日？说着，他又忍不住质疑：不对，他究竟是死是活？尚且还不能明确。或许是他真的没有死，也或许是他死了之后意识还在，也或许是他早就死了，留下的无非就是一个戏谑我的阵法。吴飞燕的心中一时间也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更加坚信的答案。虽然他觉得这3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是他依旧不敢冒险。眼下的他只想着赶紧逃离这个地方，逃离10万大山，逃离华夏。正当吴飞燕在10万大山之中仓皇逃窜的时候，叶晨正和林婉儿一起不断切换着吴飞燕消失位置附近几10公里内所有监控的实时画面。这里地处深山，在近100公里的高速公路边上，仅有2个规模很小的乡镇，监控数量也少得可怜。不过为了提高甄别效率，林婉儿又叫来了老张、孙之栋以及邱英山夫妇2人，4个年纪近100的耄耋老人，为了帮助2人分担工作量，也都各自用一台电脑不断切换着监控画面，寻找吴飞燕的踪影。叶晨原本觉得吴飞燕大概率不会出现的这么早，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严密盯防，生怕有所遗漏。为了不让几位老人以及林婉儿过于疲累，叶晨还给他们用一颗增强的散血救心，给他们泡了些提神的水，顺便也能给几位老人增加1、2年的寿命。众人从晚上看到天亮，无一人觉得疲累，甚至连眼睛干涩的症状都没有出现。这时，林婉儿忽然指着自己的电脑屏幕，高声说道：是吴飞燕。叶晨连忙凑过去，看着监控里的画面，一个女人正面无表情地快速行走在清晨的乡道上，迎面朝着监控所在的方向走来。叶晨诧异地问道：这是哪里的监控？林婉儿道：吴飞燕消失的那段高速公路，再向前20多公里的出口，一个名叫二道山的乡镇。叶晨不解地问：他半道失踪，想来是用什么办法离开了高速？为什么又忽然出现在这里？如果他的目的地是这里，那何不直接开车过去？林婉儿摇摇头：奴家也不清楚。正说着，画面中的吴飞燕拦住了一辆途经这里的面包车，在与面包车司机交谈几句之后，司机对着他摆了摆手，似乎拒绝了他的要求。吴飞燕的表情有些焦急，他连忙掏出一叠红色钞票递给对方，对方收下钱后，吴飞燕便立刻迈步上了面包车，坐进了后排。叶晨更是疑惑，
吴飞燕这是要去哪？林婉儿道：回公子，奴家也看不懂了。叶晨便道：先盯着他吧，看看这辆车要去哪里。好。在极不发达的山区乡镇，监控主要都集中在交通道路上，所以林婉儿可以直接通过不断切换路面的监控来追踪这辆面包车的动向。很快，这辆车便离开乡镇，朝着高速公路的入口驶去。此时此刻，那辆四处漏风的面包车里，吴飞燕迫不及待想要尽快离开华夏。于是他给自己的机组人员发去信息，让他们尽快申请航线，从缅甸直飞距离自己最近的机场。吴飞燕是偷渡进来的，原本按他的计划，离开10万大山之后，他也要原路偷渡出境，再从缅甸乘机返回破青会的驻地。但是突发的变故让他不愿在华夏多待1分钟，只想着尽快离开这里。10几分钟后，面包车驶出一条隧道，吴飞燕认出这正是自己先前汽车的那座大桥，于是他便故意问那司机：师傅，如果一辆车长时间没驶出高速，会不会有人去找？司机头也不回地说道：哪个有那个闲工夫约？入口发卡，出口收钱就好了，谁会操心哪辆车下没下高速？吴飞燕又道：入口处给每辆车都发了计费卡，如果这张卡一直没从出口结算，公路的运营方也不调查吗？查锤子！司机撇嘴说道：每天蹭 ETC 的车那么多，路政抓都抓不过来，哪还有功夫管谁下没下高速？说着，他拿起自己的高速公路电子卡，对吴飞燕说道：就这么个东西，屁用没有，等我们出高速的时候，我就在 ETC 的出口随便找辆车蹭一下就过去了，1毛钱都不用交。不但1毛钱不用交，还能顺他们1张卡。我家里这种卡已经攒了1抽屉了。吴飞燕一听这话，便彻底放下心来，被自己坠入悬崖的车辆，一时半会肯定不会被人发现，自己有足够的时间不露声色地逃离华夏。此时，叶晨与林婉儿也没想到，吴飞燕在路上拦下来的面包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竟然朝着吴飞燕来时的方向行驶。叶晨皱紧眉头，开口问道：吴飞燕这是要走了？林婉儿点点头，看起来是，可这好像也太快了。她费尽周折到了10万大山，怎么只待了1个晚上就要走？叶晨道：我也想不明白，而且我感觉他坐这辆车离开的样子好像有些狼狈。林婉儿疑惑道：以吴飞燕的实力，连公子都要避其锋芒，还有什么事能让他狼狈？叶晨道：这就不知道了。说着，叶晨有些兴奋地说道：不管怎么样，咱们盯紧这辆车，只要吴飞燕离开10万大山，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过去了。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